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春季的菠萝马上就要成熟了，再过几天满大街都是卖菠萝的了。这个季节肯定是全年最好吃的时候，所以此时不吃更待何时？那今天就分享给大家如何在家里用菠萝来制作纯天然的凤梨酥。首先准备2个菠萝，在超市买的时候已经把皮削好了，但是做之前还需要再处理一下，把菠萝简单的切一下。接着取来1盆纯净水，加入少许的盐，然后把菠萝放在盐水里浸泡半个小时，这样可能是减少菠萝里某种成分对人体的刺激吧。这2个菠萝处理好，大概有1200多克。菠萝中间的心会比较硬，我们就单独切好放在一个碗中，外面比较软的果肉单独放在一个碗中。一般的情况下会把准备好的果肉其中的1/3打成果汁，这样正好把中间比较硬的部分打成果汁，就什么都不浪费了。接下来起锅，把所有的材料倒进去。接着加入20几块的冰糖，大概80克左右。做好的馅料去除了大量的水分，所以比较酸。想吃酸一点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冰糖。接着开中火，火候不宜过大，慢慢的炒出大部分的水分来。很多水果馅料，比如说水蜜桃、哈密瓜的，都是这种做法。但是很多的水果含水量太大，把水分炒干就啥也没有了，所以会加入冬瓜。加入冬瓜的水果馅料不是造假，确实就是那么做，不过全都用冬瓜，或者是冬瓜占比比较大，那就有点坑了。待锅中的材料沸腾了之后，就得每隔一小会儿翻拌一下，制作的时候尽量用不粘锅。看着水分基本上炒出来一大半了，就加入少许的麦芽糖，大概100克左右，然后接着翻炒。最后炒到大部分的水分都已经出来了，感觉就像蒸好的地瓜的硬度就差不多。这个时候加入30克的食用油，这样可以让馅料保质期更长一些。油可以选择味道比较小的，比如说玉米油。加入了油之后再翻炒个几分钟就行了，馅料不能炒得太干。现在馅料比较热，看不出来，炒得太干放凉了之后会发硬。把炒好的馅料盛出来，这么多菠萝就做了这么一点，预估在500克左右。制作没有什么难度，就是炒了将近1个小时。制作好的馅料放在一旁放凉，接着来制作面皮。首先准备120克软化的动物黄油，加入少许的盐，估计也就1克吧。再加入20克的糖粉，就是白砂糖磨成的粉，然后用刮刀把材料搅拌均匀。简单的搅拌几下就可以了，主要是为了防止后面打发的时候起粉尘。这个时候取来打蛋器，打蛋器先开低速防止材料飞溅，然后开高速打发个1分钟左右就行。接下来加入1个蛋黄，不需要蛋清，同样是先开低速，再开高速，再打发个几分钟，打发到黄油微微有一点乳白色。接下来添加粉料，先加入20克的奶粉，再过筛200克的低筋粉。低筋粉可以自己灵活掌握一下，面团要和的稍微硬一点，不然烤的时候容易塌陷。加入粉料之后，把材料拌均匀，然后揉成团就行了。馅料和面皮全都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就开始来制作。馅料比较粘手，最好戴上一副手套，把馅料分成15个。面皮和馅料看着体积差不多就行，如果面皮现在比较硬，就这样攥几下。
包的时候可以先沾上一层熟面粉，熟面粉就是普通面粉，放在烤箱里，用上下火180度放在中层烤至微微发黄，或者是用炒锅小火炒至微微发黄。包好之后再沾上一层熟面粉，用模具一按就做好了。这个模具的大小是50克的，就像做月饼一样，有50克一个的，有100克一个的。如果没有这种大小的模具，就调整一下面皮和馅料的比例，随便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。做好之后，用食用色素盖上一个凤梨的章做装饰，然后就可以送入烤箱了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上火预热到160度，下火16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17分钟左右。馅料都是熟的，只需要把面皮稍微腾一下就可以。如果烤的时候塌陷了，就是面皮有点软；如果开裂了，就是烤的时间有点长，或者是馅料的水分有点大。到这里，这款凤梨酥就做好了，比较耗时间，但是难度不是很大。自己用纯菠萝制作的，吃起来非常的好吃，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